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周边的局势大有急速升温的态势，而这一转变同美国及其盟友的几大动作脱不了干系。众所周知，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美国也相应的加快了对中国的挑衅步伐。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就是其霸权主义最大的威胁，因此美国绝对无法容忍中国顺利崛起。日前，美国2次瞄准了中国的红线问题，并做出了实质性的挑衅举动。据消息介绍称，美国一架 C-130军机在19日降台，而在5天前，美国一架运输机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这一频率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显然，美军就是想在不付出战争代价的情况下，将这样的军事行动变成常态化，从而达到阻碍中国崛起的目的。而与此同时，日本也紧随其后。日前，美国媒体就称，日本正试图在东海建立一道防线，阻止中国海军前出太平洋第一岛链。当然，这一动作归根结底还是试图阻隔解放军统一的步伐，因为这一道计划中的防线正好位于解放军统一的关键方向上。可见，日本的居心同美国如出一辙。随之而来的就是英国最新的动作。在英国航母战斗群即将来到印太挑衅之际，英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在航母来到印太之后，英国将永久部署2艘军舰在太平洋地区。尽管区区的2艘军舰并不能起对遏制中国起到多大作用，但是这背后的险恶用心更加值得我们警惕。这意味着未来在中国周边，围堵势力又多了一个，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可以说，如今的这一围堵程度不得不让我国重视起来。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局面已经让我国退无可退，唯一的应对之策就是全军备战。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美国及其盟友的居心已经昭然若揭，他们似乎正在集结，等待一个战争机会。而我军也并非毫无动作，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我军正在3大海域进行密集军事演习。连日来，解放军在渤海、东海以及南海3大海域密集练兵。从以往来看，这样的密集演练十分罕见。分析人士认为，在美日英频繁挑衅的当下，解放军这样的密集演练示警意味十足。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清楚，光靠友善是无法获得和平的，必要的时候必须拿出坚船利炮。在面对以美国为主的霸权势力挑衅之时，中国必须做好万全的战斗准备，只有这样才能粉碎敌人的险恶用心，击碎他们的霸权图谋，迎来真正的和平。一直以来，在面对美国等国的围堵之时，俄罗斯都表现得异常强硬。尽管在挤压之下，俄罗斯生存状况堪忧，但是其仍然没有丝毫的服软趋势。然而，最近俄罗斯却释放了一个十分罕见的信号。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报道称，俄罗斯驻美大使阿纳托里·安东诺夫发言表示，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注定要合作，已经没有时间再继续分歧对抗。从这样的言论中，我们似乎发现了俄罗斯迫切想要同美国合作的心情。据驻美大使安东诺夫表示，美俄之间的良好合作符合2国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合作是注定的。而未来俄美之间有可能出现利益重叠吗？有人提出这样几种猜想：俄罗斯与印度合作升温会促使美国与俄罗斯更接近；中国与俄罗斯陆上边境冲突可能会促使俄罗斯更加接近美国。不过，这样的2种猜测随即被推翻。就目前而言，美俄之间不可能形成任何形式的长期战略联盟，因为阻碍俄罗斯走向更强更大的障碍就是美国领导下的北约。至于中俄因为边境争端发生潜在冲突，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几乎不可能。那么俄罗斯此番示好，难道是真的害怕北约入侵吗？这样的讨论在西方国家之间早已有之。不少分析家认为，俄罗斯没有天然的抵御入侵的屏障，这一地域决定了俄罗斯害怕北约入侵。但是事实是，核武器的存在使得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一旦北约真的要决定入侵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凭借着其强大的核武器库存，可以在30分钟内将北约所有首都夷为平地。此前，俄罗斯在谈及北约入侵时也表示，将会先发制人，在一个侦察打击空间内动用所有的进攻武器，在敌人入侵初期就给予重创。因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使用核武器还是先发制人打击，俄罗斯都有应对北约入侵的办法。从这一点来看，俄罗斯因为害怕北约入侵而释放友好信号的可能性很小，而很有可能促使美俄必须合作的，则是在一些国际事务上。正如同安东诺夫所强调的那样，要解决疫情、恐怖主义以及气候变化等国际问题，美俄需要加强合作。某种程度上来说，美俄对抗大趋势基本不会变，但是在一些国际重要领域，美俄之间仍然有合作的必要性。这样的合作也是出于世界大局的考虑，否则一味的激烈对抗只会让世界再度陷入危险之中。希望美国能明白俄罗斯的此次友好合作信号。
根据泰国公开的疫情信息，7月21日，泰国增加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3002例，排名全球新增病例第11名，这也是自新冠疫情以来录得的泰国确诊病例最高的记录。在过去1周，泰国每天都确诊超过1万例。新冠疫情至今，泰国累计44万例病例，死亡3610人。泰国人口6450万左右。必须指出的是，英国人口6600万，同泰国相当。截止当前，英国新冠病例556万，死亡13万。7月21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3404例。德国媒体指责泰国病例激增，中国疫苗引发质疑，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件。德国人没有关注到紧邻德国的英国，被称为全球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的英国病例正在面临新轮的疫情大爆发，反而关注到泰国，顺带指责中国疫苗。德国人的这种国际精神让人难以理解。按德国媒体的说法，其标题为“泰国新冠确诊激增，中国疫苗引发质疑”。看上去泰国疫情新一轮爆发，中国疫苗应该背锅，这是让中国疫苗又一次遭殃。但是了解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泰国目前的疫苗接种率才5%，远低于媒体报道的英国疫苗80%的接种率。也就是说，泰国的疫情爆发同疫苗1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反而是英国的疫情新一轮爆发证明了英国的阿斯利康疫苗的效果值得质疑。况且通过媒体报道，泰国至今也只是购买了数百万支中国科兴疫苗，还没有完全施打。如此这样，德国媒体是如何将这顶帽子扣在中国疫苗头上的？强行黑中国，德国媒体已经完全沦落。浏览德媒的这篇报道，发现德国人这种强行黑中国的操作非常低级。他们援引一位泰国人的采访记录，这位泰国人表示质疑中国科兴疫苗，然后德国媒体就得出了结论。这种不严谨且明显罔顾事实、造谣的一篇报道就出炉了。德国人这一次太没有谱了。在这里需要正告德国媒体的是，你们这样造谣报道是在为自己的发展挖掘坟墓。中国科兴疫苗究竟怎么样？事实胜于雄辩，不管西方国家、西方媒体如何黑中国疫苗，但是一大堆事实已经证明了中国科兴疫苗的效果。早前被广泛报道的巴西小镇70%以上是打中国科兴疫苗，效果显著的新闻，是一个有研究数据的科学的案例。泰国官方公布的一个数据也说明了这点。据泰国官方公布的4至7月的统计数据，在完成接种2剂科兴疫苗的677348名医护人员中，有618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1名护理师死亡，另有1人情况危急。在泰国一直以来新冠疫情都在流行，近68万医护人员一直在抗疫的前线。他们完成科兴疫苗接种之后，只有1/1000的人感染，34万分之一的重症率，68万分之一的死亡率。这种数据就是美国辉瑞也无法与之相比的。要知道，光接种辉瑞、阿斯利康、莫纳德等疫苗之后，非正常死亡就不止1/1000。在咱们的台湾省，接种来自日本阿斯利康疫苗之后，非正常死亡率高达1/1000。因此，客观从数据上分析，中国科兴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远高于欧美的疫苗。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开始越来越清晰，其不仅接连在多个重要的国际场合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挑衅，而且还罕见地频繁踩上中国红线。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日本盲目自信，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他们试图通过挑衅中国来证明自己的强大。当然，更重要的是，日本试图通过此举来为自己谋求军事利益。日前，日本再次爆出一个最新举动。据美媒福布斯网站报道称，日本正在东海筑起一道钢墙。那么究竟他们都做了什么呢？据悉，日本自卫队正在依靠海上岛屿以及改装的轻型航母，试图构建起一道阻隔东海和菲律宾海的钢铁长城。我们知道，海上的岛屿素有不沉航母之称，其在战时的作用甚至高于航母，更何况是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马毛岛。而另一边，日本计划利用改装的2艘出云级轻型航母来作为屏障的另一端。为了提升改装航母的战斗力，日本还计划安排部分的 F-35B 战斗机上舰，而另外一些 F-35B 将被安排在前哨基地马毛岛上。显然，日本这样的举动并不是寻常的小动作。那么，他们如此大费周章地打造东海防线有何目的？美媒报道称，一旦中国开始进行统一大业，那么从马毛岛以及轻型航母上起飞的隐形战斗机就可以阻挡解放军统一的步伐。更为关键的是，日本自卫队认为他们所计划控制的这一方向将是解放军重点进攻的关键方向。显然，从这一目的就可以了解到日本的险恶用心。结合近期日本一系列的举动来看，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不久之前，日本就将中国红线问题写入2021版的防卫白皮书，其中写道，台湾局势对日本安全以及国际稳定十分重要，可见日本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中国红线问题上同中国硬刚。
但是不得不提醒日本的是，他们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祖国统一是中国几代人的夙愿，日本公然破坏是在挑战14亿人的底线。可以肯定地说，日本一旦真的选择迈出那一步，必定遭致解放军的疯狂打击。无论是多少个钢铁城墙，在中国导弹面前都会变得不堪一击。如果日本不信，大可一试，届时中国新仇旧账一起算，只会打击得更狠。